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最大的新闻无疑是俄罗斯的私人武装瓦格纳突然反戈一击，跟俄罗斯自己干起来了。这支军队啊，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就有点不对劲了。他们宣称啊，他们在跟乌军作战的时候，俄罗斯的国防军往他们阵地上打导弹。那你想想，自己在冲锋陷阵的背后，国防军往他们阵地打导弹，啥意思啊？那肯定是背后捅刀子啊！所以他们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竖起了反叛大旗。Совет командиров ЧВК «Вагнер»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Зло, которое несет воен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траны, должно быть остановлено. Они пренебрегают жизнями солдат. Они забыли слов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и мы вернем ее. 这25000人呢，就在星期六越过了俄乌边境，进入到了俄罗斯境内。他们进入到了俄罗斯边境之内啊，就兵分两路，一路呢就开始进攻俄罗斯自己的要塞和军事机构，包括当时啊，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总指挥部都被他们拿下了。另外一路呢，就沿着 M4号公路啊，向着莫斯科方向一路狂奔。据有的媒体报道啊，在他们最后停止军事行动的时候啊，这个叛军的兵锋距离莫斯科最近的距离只剩下200公里了。那你想想，如入无人之境啊！普京啊，在这个瓦格纳军队进入到俄罗斯的时候啊，发表了一个演讲。Повторю, любая внутренняя смута – смертельная угроза для наше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для нас, как нации. Это удар по России, по нашему народу. И наши действия по защите Отечества от такой угрозы будут жесткие. Все, кто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встал на путь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кто готовил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мятеж, встал на путь шантажа 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методов, понесут неминуемое наказание. 然后呢，自己就坐着飞机离开了莫斯科啊，心里还是有点颤呐，有点心虚啊。星期天的时候啊，这支军队啊，在白俄罗斯总统啊卢卡申科的斡旋之下，结束了军事冒险行动啊。这叛军的首领也进入到了白俄罗斯，就离开了这支军队啊。Июня на марш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За сутки мы прошли, не доходя 200 километров до Москвы. За это время мы не пролили ни одной капли крови наших бойцов. Сейчас наступил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кровь может пролиться. Поэтому, понимая вс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то, что будет пролита русская кровь с одной из сторон, мы разворачиваем свои колонны и уходим в обрат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в полевые лагеря согласно плану. 它整个这个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也就是1天多，并不长啊，但是它伤害性不强，侮辱性很强啊。它大概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明明正在跟美军在朝鲜打仗，突然彭德怀啊率领38军越过鸭绿江，重新进入到中国境内，兵锋直指锦州，说要对林彪发起进攻。那毛泽东发表了一个谴责声明之后，就坐着飞机离开北京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景啊。大家都知道，最近2年啊，这个俄罗斯因为一直在入侵乌克兰嘛，不得人心嘛，全世界都希望啊，俄罗斯这个国家啊，赶紧结束侵略战争。同时呢，俄罗斯自己内部出事儿，大家肯定都非常开心。你看，这个侵略别的国家的这个国家啊，它确确实实是怎么说呢？它不得人心嘛，自己跟自己人先打起来了。所以过去这个周末啊，应该说是全球围观俄罗斯吃瓜周。咱们今天啊，就来讲一讲这瓦格纳这支军队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反叛普京啊。瓦格纳这支军队啊，被人称之为私人武装啊，也有人把它称之为雇佣军啊。这私人武装在国际上也不奇怪啊，比如说这个南非有大名鼎鼎的 EO 公司，就是一家雇佣军公司，谁给钱给谁打仗。美国有蓝水公司啊，也是私人军队啊，作战这个战斗力啊，比美军正常的军队还要强啊，因为他们都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蓝水公司的这个士兵1个月的工资都1万美元呢。那么这个瓦格纳这支军队呢，也被称之为私人武装，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志愿军。
总而言之，它的定义也有点模糊啊，因为它并不是说谁给他钱他都干，他主要受雇于俄罗斯的政府。要说这支军队的产生啊，实际上还跟当年的苏联解体有关。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一夜之间就垮台了。但是苏联当时垮台的时候，有着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啊，因为是华沙条约的主体嘛。那么当苏联解体之后，这支军队一夜之间也就不需要了，因为跟北约之间也不需要打仗了嘛。所以有大量的士兵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但是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些人他就爱当兵，他就喜欢打仗，而且呢，他除了当兵打仗以外啊，他其他的什么都不会。所以当时在苏联解体之后啊，在前苏联国家这个地区啊，有大量的这样的士兵，他们无所事事，也不知道怎么生存。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差嘛，所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啊。一方面，当时大量的苏式武器啊流传到世界各地，当时国际社会都担心苏联的核武器被恐怖分子搞走嘛。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大量的从这个军队游离下来的士兵，这些士兵呢，有些人呢就开始到外面去打仗去了。你比如说当时的波黑在打仗的过程中，很多来自于俄罗斯的军人呢，他们跟波黑塞族一起并肩作战，还有中亚那几个国家啊，当时也是炮火连天。因为当年大家都是苏联一个国家的，一夜之间分开之后，那么领土问题啊、种族问题啊、宗教问题啊全来了，就开始打仗。打仗的时候呢，由于这些苏式武器啊都是前苏联的士兵用起来特别得心应手，所以很多人就到这些国家里头去当你自愿的士兵去打仗。那么除了这个中亚，还有这个巴尔干半岛以外，还有非洲，因为当时有大量的前苏联的苏式武器啊流传到了非洲。那非洲啊本来就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家啊，然后这些武器呢，这些苏联的这些军人又比较熟悉，所以有很多前苏联的士兵到非洲去帮助人打仗。当时呢，俄罗斯政府也没钱，也愿意把一些武器呀、军火呀卖到非洲。比如说呢，埃塞俄比亚，还旁边的那个厄里特里亚，这两个国家一直打仗啊。当时俄罗斯就卖给这个埃塞俄比亚苏2-7战机，卖给厄里特里亚这个米格29。那这两个飞机呢，驾驶技术还是有一些的。最后呢，驾驶的飞行员中间好大一部分全部来自于俄罗斯自己的飞行员，他们在空中自相残杀，就是因为他们使用这些武器得心应手，而有一些人就是愿意打仗。后来啊，俄罗斯政府啊觉得这个东西都是这些零散的人出去打仗也不太行，后来就由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局啊就自己组织这些军队到外面去打仗。他们这队伍去哪儿了呢？首先去的就是叙利亚。大家都知道，叙利亚跟俄罗斯之间有非常强的这样利益关联啊。而叙利亚现在这个也由于战乱纷争，全国国家分成了4个部分啊。那么他们到了叙利亚以后，就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组织。阿萨德本来一开始在这个叙利亚的内战过程中间已经是节节败退了，后来是俄罗斯这些军队进去之后啊，帮他扭转了战局。除此之外，也就包括非洲啊、中亚这几个地方啊。到了2010年的时候啊，在彼得堡搞了一次国际安全论坛会议，南非的那个大名鼎鼎的这个雇佣军公司 EO 公司来参加会议。他们当时就向这个普京推销，说搞雇佣军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啊，你自己的军队到海外打仗，你可能会带来外交纷争。但是如果你要用雇佣军呢，谁也不知道这是俄罗斯的，或者说知道你也不承认。这样的你很多国家利益啊，可以在避免外交纷争的情况下来实现。据说啊，普京听到这个点子之后啊，点头称许，觉得非常好，于是也就放任国内啊一些政府组织来开始搞这种所谓的私人武装。这个瓦格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瓦格纳这支武装啊，成长起来啊，得益于2个人，一个人叫乌特金，另外一个人叫普律葛金。这乌特金呢，是俄罗斯军队中间的一个中校啊，他早年参加过2次车臣战争。2013年退役之后呢，这个人呢还是愿意打仗，他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公司，就叫做斯拉夫军团，在俄罗斯境内开始招兵买马，钱给的非常多，他一个人1个月给$5000。那你想想，俄罗斯经济不是很发达，一个月$5000呢，1年可以挣6万美元呢。
而且如果你受伤的话，给$2万；如果要是牺牲了的话，给$4万的抚恤金。所以当时啊，报名非常踊跃啊。这个斯拉夫军团组建起来之后，就去了叙利亚，帮着这个阿萨德的武装啊看守一些油田呐、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的战绩啊不太好，因为他们一开始去也就只去了几百人，后来呢被收拾的差不多了，他带领着残部回到了俄罗斯。在这个过程中，他就碰到了这个瓦格纳的军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普利可金。这个普利可金呢是个人物啊，他早年是个混混，因为偷东西啊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啊，关到第9年的时候，正好苏联解体了。苏联解体的时候，正赶上一个大变动时代啊，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发了财，他呢是其中之一。他一开始做什么呢？就在街上卖热狗。那个时候有点类似于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啊，很多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的人赚的第一桶金都是最早下海的一批胆儿大的人。实际上那时候钱非常好赚。据他自己事后回忆啊，在街上卖热狗挣钱挣得多到什么程度？每天赚的钱他妈数都数不过来。95年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圣彼得堡的河里头开了一个叫河船餐厅，就是弄了一艘船，这艘船是一个餐厅，这个餐厅装修得非常豪华，晚上还可以欣赏河景。普京当时特别喜欢这么一个餐厅啊，普京当时是圣彼得堡的一个这个市政厅的干部啊，他就通过一个银行家的父子结识了普京。后来普京呢当了俄罗斯的总统啊，就非常喜欢这个河川餐厅啊，经常在这个河川餐厅宴请外国的一些领导人。而这个普利葛金呢，跟普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啊。再后来，普京给了他2个非常重要的订单。第一个订单呢，就是克里姆林宫所有的餐饮由这个普利葛金的这个集团来供应，因为他这个集团在全国各内搞餐饮非常有名啊。所以他的外号被称之为厨子，就是因为他给克里姆林宫供应餐饮嘛。另外一个就是整个这个俄罗斯军队的这个餐饮供应系统啊，这是个大单呢，据说1年有$12亿呢，还不是卢布啊。这个过程中间他是赚了大钱啊。有了钱以后，他就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了。就在这个时候，2013年的时候，他遇到了这个从叙利亚战场回来的乌特金。乌特金这个人呢，他据说是平时非常崇拜希特勒。这个瓦格纳这个名字啊，就来源于希特勒特别喜欢的一个作曲家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经常婚礼的时候演奏的那个曲子叫《婚礼进行曲》，就是瓦格纳的作品。所以这2个人就一拍即合，组建了瓦格纳这支军队。他们2个人也被称之为音乐家和厨子。2013年的时候，这2个人就在俄罗斯境内开始招兵买马啊。招聘的人主要就是一个是退伍军人，还想继续打仗的，包括一些警察，然后呢就是监狱里的一些囚犯，他们获得了一些特许，到监狱里头就去征询这些囚犯，你要想到我们的军队里头来服役半年，服役期满之后如果没死，你就可以获得赦免。所以很多犯人报名非常踊跃啊。主要就是还包括一些外国人，塞尔维亚的、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呢，也加入到这支军队里面啊。这支军队成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俄罗斯收回了克里米亚。在克里米亚当时出事儿的时候啊，这个俄罗斯实际上是兵不血刃拿下了克里米亚。他们怎么弄的呢？他们当时就派了一些自己的小绿人，这些小绿人说白了就是没有军队番号的民兵组织，就是像这个瓦格纳这样的人，进入到了克里米亚，然后跟当地的民兵组织这个会合之后，就当地可以散布一些虚假消息，然后他们就把一些当时乌克兰住在克里米亚的军营给包围起来了。他们并没有直接进攻这些军营啊，然后就开始瓦解这些军营里的士兵的军心，就给他们提了2个条件：要么呢你们放下武器回到乌克兰，要么呢你就投入到我们的怀抱。因为当时乌军住在克里米亚的这些军人呢，有很多都是本地人，而本地这些确实很多人是亲俄的，所以到最后有50%的人就直接加入到了这个克里米亚的反叛势力里头去啊。如此呢，克里米亚就几乎是兵不血刃，就独立于乌克兰了。他们就开始宣布建国。建国之后呢，他们又搞了一个公投，说愿意加入到俄罗斯。于是呢，
这个克里米亚又重新进入到了俄罗斯的怀抱嘛。这之后啊，普京就发现了这个模式非常好，就是对于这些周边的地区采取的是先介入，再建国，再公投，再加入到俄罗斯这4部曲。克里米亚之后，他们在乌东4州啊，基本上也是采取这个方式，派人进入到这个顿巴斯地区啊，然后就说你看这些人民心所向，想要归顺俄罗斯，然后搞公投建国，建国之后再公投加入到俄罗斯嘛。在这个过程中，他就非常需要这种私人武装。那你想想，你如果直接派俄罗斯的军队进去说，那不行啊。但现在呢，由于是瓦格纳这些军队进去了，这个俄罗斯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们跟这个瓦格纳的军队之间没有关系，这些人都是志愿军，然后这些人都是私人武装，其实这些人执行的都是俄罗斯政府的指令。那么他们在这个乌东，也包括克里米亚啊，获得了这个俄罗斯政府的信任之后，他们就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包括比如说叙利亚这个地方，他们派了数量挺多的正规军啊，帮着阿萨德打仗，还包括非洲地区。非洲地区啊，大家都知道啊，我刚才讲了战乱频争，但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其实是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比如说很多国家金矿、钻石矿啊，品位非常高，还包括有一些国家有石油。但是呢，这些国家由于社会治理失败，你要想做这个生意啊，说句实话，你如果没有武装力量，你干不了。但是瓦格纳正好有这个能力啊，比如说在利比亚，他就可以看守油田。利比亚大家都知道是产油国嘛，他看守油田之后，他就可以开采石油。你比如说在中非这些国家有非常丰富的金矿资源，这些金矿资源它有武装力量，可以自己看守这样的一个金矿，所以他开金矿也可以赚大钱。据说啊，他这些年在非洲国家每年都赚了2-3亿美金呢，大量的钱。然后就在前些年，就是今年3月份，3月19号，大家都知道在中非有一个金矿有9名中国人被行刑式的杀害，就是一天早上，这些人这看金矿的，这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啊，然后就突然被当地人给绑起来了，摁在地上，抵着后脑勺全给打死了，非常惨。后来很多人都分析啊，就是这个杀这9名中国人的人，大概率就是瓦格纳的军队。为什么呢？因为当地人也搞绑架啊，但他们绑架一般来说以谋财为主，就是我把你绑架之后，你给我钱，给了钱之后我放人，很少杀人。但是那9名中国人被杀害的事情啊，他们没有要钱，直接把这9个人全给杀了，而且呢，手段又极其残忍，给人感觉就是要杀这些人以示众，震慑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中非的很多这个金矿里头有很多中国企业在管呢。那么这个搞完之后，你很多中国人你就不敢在那做生意了吧，你就撤了吧？那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很多人都分析就是瓦格纳。而且就在那个事情发生的第2天，习近平就访问了俄罗斯，而且访问过程中间，习近平也没提这回事儿，而且这件事情事后也不了了之了，中国也始终没有追究，所以很多人都怀疑这就是瓦格纳干的啊。但是如果是瓦格纳干的啊，它说明一件事情。因为俄罗斯毕竟跟中国关系还可以嘛，那瓦格纳在非洲直接杀中国人，我觉得普京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就说明瓦格纳实际上已经渐渐脱离了俄罗斯政府的控制，就是俄罗斯政府对他实际上的控制力也在变弱，所以有人称之为这个他们其实就是私人武装啊，慢慢的就只知道将军不知道皇上了，就有点类似于当年中国唐代的这个藩镇割据啊。那么去年俄罗斯不是跟乌克兰又打起来了吗？一开始啊，俄罗斯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把乌克兰攻占，但没想到战场啊，后来这个战局非常焦灼，最后呢，他们就让这个瓦格纳的军队啊，又回到这个俄乌战场，跟他们就一起去作战。这个瓦格纳的军队跟俄罗斯的国防军比起来啊，他的作战的素养啊，比那个正规军队还是要强的。这主要是有2个原因，一个是他们的薪水啊，要普遍高于俄罗斯正规的国防军，他们的工资最高1个月可以拿到2000多美元，那对于俄罗斯的军队来说啊，这个收入还是高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他从那监狱里的囚犯里头搞人嘛，搞人进来的话，你半年之内你只要玩命干，是吧？这个就可以获得自由，
然后他们在战场后面设有行刑队，你要从战场上往下撤逃跑，直接枪毙。所以这个瓦格纳的军队啊，在俄乌战场上都是在那个最艰苦的战区，比如说马里乌波尔，比如说巴赫穆特。这个巴赫穆特啊，最近在过去几个月，双方在战场上焦灼的过程中间，打前站的一直是这个瓦格纳的军队，而且最终基本上占领了巴赫穆特啊。那应该说他们这个战力确实还是很强的啊。但是啊，长期以来啊，据说啊，这个瓦格纳跟这个俄罗斯的国防军之间啊，一直有怎么说呢？这个不太好。据说是在这个叙利亚的时期就埋下了种子啊，就是他们的战斗力比较强啊，导致了俄罗斯的国防军觉得好像是怎么说呢？是他们一种竞争关系啊。所以呢，实际上俄罗斯的国防军一直对瓦格纳的军队啊在防着一手。У нас нехватка боеприпасов 70%. Шойгу, Герасимов, где боеприпасы? И те, которые не дают нам боеприпасы, будут в аду. 那么今年啊，他们在5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瓦格纳的军队5月26号就从前线自己直接撤了下来，然后俄罗斯的国防军就宣布说，所有这些瓦格纳的私人武装啊，要通通跟俄罗斯的国防部直接签合同。那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等同于要解散这个瓦格纳的私人武装了，就再也不允许你这个普利格金一个人可以统帅的部队这种方式出现了。在这种背景下，这普利格金可能就觉得啊，他过去啊纵横江湖10几年啊，这支武装力量有可能会受到重大的威胁，那他肯定是不干了，那士兵也不干了。加入到国防军的话，收入那么低，那在瓦格纳这个军队里面，那收入这么高，所以这支军队啊，在今年的这个上个星期六啊，突然扯起了反叛的大旗，不干了，想要搏一把，是吧？就从俄乌边境进入到了俄罗斯，开始杀向莫斯科啊。我听到的消息也是，美军在1个月之前就已经预判到了这个瓦格纳要准备开始采取行动了，而普京呢是在叛军呢行动之前的24小时得到消息的，所以啊，就整个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啊，事实上啊事先是没有太多的秘密的，他进入到俄罗斯境内啊，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抵抗。事实上，双方一直在通过政治方式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普京也始终没有提这个普利格金的名字，而且啊，在白俄罗斯总统啊卢卡申科握权之后啊，也撤销了对整个这支军队的刑事指控，只是普利格金一个人去了白俄罗斯。那这件事情啊，怎么看啊？就讲完这个背景啊。说句心里话，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非常之吃惊。为什么呢？就是像雇佣军啊，尤其是国家搞的这种雇佣军呢，在现代国家里确实还是不多见的啊。尤其是他承担这么多啊对外侵略啊、对外军事作用的那个作用啊。因为这种雇佣军呢，说句心里话，他效忠的不是这个国家，而是个人，他全都靠个人的这种所谓的效忠来支配。那普利格金能指挥这支军队，你乌克兰的你俄罗斯的国防军未见得就能指挥，这就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就是这个军队本身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事实上，你仔细看一下这个瓦格纳集团啊，它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有点类似于100多年前的东印度公司了。它既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又有自己的生意。那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个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对他来说就是次一等的目标。当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跟他自己的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未见得会效忠自己的国家。这不就跟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是一样吗？当这个军阀有自己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国家的利益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嘛。所以归根结底啊，这是一个私人武装跟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而据我了解啊，俄罗斯境内啊，实际上不仅仅有这个瓦格纳一支军队啊，私人军队啊，至少有10支。包括现在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就是那个叫什么伊古，就是那个唐努乌梁海那个蒙古人嘛，
他自己下面也有一支私人武装，据说是遍布于俄罗斯这国家机构里头啊，一共有10支。那你想想，你说俄罗斯是一个现代国家吗？如果是一个现代国家的话，他怎么会允许那么多的私人武装存在呢？啊，我觉得啊，这历史上这军队有战斗力啊有2种，一种就是这个军人直接效忠于国家，就像于现在西方大多数国家一样，军队国家化；另外一种是中国共产党这种，这党指挥强。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可以发现，他绝对不允许军队内部有山头，所以你看，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太可能出现军队反叛，没有过。所以你看，俄罗斯现在这种啊，就是有私人武装，又有国家力量，然后这个私人武装本身啊，又效忠于这个普利格金，普利格金通过跟普京之间的个人关系来维系，这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是第一啊。第二，实际上这件事情也暴露出来俄罗斯本身内部的虚弱性啊。俄罗斯现在的军队啊，主要都在这个乌东前线。你看这支25000人的军队进入到俄罗斯之后啊，真的是如入无人之境啊！他最后停止的时候，距离莫斯科那个距离，我看再有个2-3天的时间，就真的是打到了莫斯科。那就说明俄罗斯内部实际上军事力量是非常空虚的。更可怕的是，就是俄罗斯远没有它呈现出来的那么强大。有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普京不发动俄乌战争，他还可以做普京大帝。但是，一发动俄乌战争，你看这个国家所方方面面爆出来的问题啊，是很难让人想象的。一支25000人的这样的一个私人武装，就基本上在1天的时间里头纵横了几百公里。那你想，这个国家它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能维系自己的统治呢？所以有人说啊，真要有一天这个国家再次像苏联一样再一次脆性瓦解，一点也不奇怪。所以我觉得啊，其实这一次的所谓的这个一日兵变啊，虽然最后没有造成非常大的军事后果，但它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极其深远的。它让人更多的看到了这个普京这个俄罗斯的帝国啊，其实它那个脆弱的一面。中国的态度特别有意思啊，他好像是在昨天吧发了一个新闻稿，说这是俄罗斯的内政，我们不干预。我觉得这个发言啊不太妥当。为什么呢？因为普京过去一直都否认这个瓦格纳的军队跟俄罗斯政府有关系。那你承认了这个是俄罗斯的内政，那不就意味着你认为这个瓦格纳就是俄罗斯自己的吗？那不也就意味着俄罗斯通过瓦格纳来干预乌克兰的内政，这些不都是这个确凿的事实了吗？所以啊，中国在这件事情啊，这个表态啊，我觉得等于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把俄罗斯给出卖了，不是吗？好了，今后这件事情可能还有戏啊，咱们接着看戏就行了，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Июня на марш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За сутки мы прошли, не доходя 200 километров. Все, кто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встал на путь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кто готовил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мятеж, встал на путь шантажа 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методов, понесут неименуемое наказание.